眼前这件极尽精巧的明代转轮藏，便是北京智化寺的藏品之一。除它之外，寺内还有精美的明代造像，以及每天2场的精音乐演奏，可以说是看点多多，值得一逛。但是在去年，智化寺关门修缮了很长时间，直到年底才开放。趁着现在能参观，我赶紧把视频拍出来，别等到下次修缮时再后悔。智化寺这个地方原本是明代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王振就是怂恿明英宗亲征的那位。后面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明英宗被打成了明宝宗，王振也跟着遗臭万年。不过他这座家庙倒是富丽堂皇，可见王振是多么的有钱。庙宇建好之后，明英宗为其赐名为报恩智化禅寺。智化寺这个名字就这么流传下来了。因为北京智化寺保留了不少的宝藏，所以这里既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也是我近期北京之旅的目的地之一。而本次的同行人则是2年未见的老朋友无忌白兔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无忌白兔。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对，我们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北京的智化寺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我们是2025年5月过去的，从南站出发，坐地铁过去很方便。附近吃饭直奔银河搜湖，找一个名叫如是心的20元自助素斋。进门前先看导览图，大致了解一下智化寺的格局。其中前3进院落是开放参观的。同时，智化寺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文博交流馆，其内部也有展览。现在我们来看山门，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如果仔细看，还能在门额的位置看到赤剑智化寺5个字。山门的2侧还有2个被风化到线条模糊的石狮子。这道门也是景区的入口，需要买票才能进，全价票是20元一位。然后我们从检票口进去，就来到了这第一进院落。一进院的西侧是鼓楼，这是一座2层的歇山顶楼阁式建筑，其内部原有一座明代大鼓，现在挪到后边去了。如今这里边已经是文创店了。鼓楼的对面是钟楼，它的建筑形制与鼓楼相同，其内部是智化寺钟鼓展。我们从展厅内得知，钟楼上面有一个明代的大铁钟，其工艺十分精巧，同时也预览到了刚才提到的那面龙纹大鼓。一会儿到后边还能看实物，但是钟楼不让登上去，所以大钟的实物就看不到了。这一进院落的正殿叫做智化门，相当于其他寺院的天王殿。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小房子，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上覆黑色琉璃瓦。它的门窗是捆门的造型，但它是关闭的，无法进去参观。不过这边的造像有一部分挪到了后边，我们待会儿就能看到。智化门前有2块碑，一块是明正统年间的赤寺智化禅寺报恩之碑，讲的是宦官王振为帝王以及百姓祈福的事儿。另一块是赤寺智化禅寺之祭碑，记载的是王振为纪念祖上，所以建下这座家庙礼佛，以及明英宗赐下智化禅寺这个名字的往事。现在我们越过智化门，来到第2进院落。这边的东配殿叫做大智殿，其屋顶为单檐歇山顶，上覆黑色琉璃瓦，内中原本供奉3大士，但如今这边已经被改造成展厅了。展厅的名字叫做大明华彩，讲的是智化寺的彩绘。古代用来彩绘的颜料大都是把天然有颜色的矿物给直接磨碎了用，毕竟那时候也没有化学合成技术，而现在制作颜料的工艺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后面展示的是如来殿的彩绘对比图，其中左侧的彩绘比较破旧，是原版的，右侧的比较新，是修缮之后的。其实在这个视角看彩绘比在店内看实物强多了，就我这破手机肯定没人家拍得清楚。后面其他的彩绘作品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比展览的，甚至还能发现这边还有三角形彩绘以及造型更为复杂的复合彩绘。如果我们看到的不是这种特写，而是整体建筑实物的话，怕是真的看不到这些细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大智殿，它的对面是藏殿，其建筑形制与大智殿相同。建筑本身不是重点，这建筑里边的转轮藏才是真正的重点。殿内的展览则是对转轮藏的介绍，我们结合转轮藏实物一起看。首先得明确一个事儿，这个转轮藏是不能转动的，它本质上是一个书架，但当你围着它走动的时候，它相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转动的状态。
转轮藏的上面有一个精美的藻井，但被转轮藏挡住了多数区域，得站在殿内最靠角的地方才能看到藻井以及转轮藏顶端的毗卢遮那佛。这个佛的手印和平时的最上菩提印并不一样，据说这是最上菩提印的变体，这个观点有待验证。藻井的8个方向都被画上了符号，这些符号所代表的是5方佛、4大天王以及4位佛母，其周边还有36尊佛像彩绘。转轮藏的外侧面是很多存放经书的抽屉，主要靠上边的字来检索，这都是按照千字文排的字，如果打开就能看到里边分了好多装经书的格子。这处转轮藏的周边还有元明时期传入中国的六拿具元素，其上方角落的位置就是六拿具中的摩羯鱼，也就是布罗拿。在金刚力士的脚下能看到带翅膀的羊，也就是波罗拿。最下方是狮子和白象，分别是佛罗拿和旧罗拿。上边居中的是金翅鸟加增拿，两侧则是龙女那罗拿。看完转轮藏，我们来到正殿智化殿，它这个位置相当于其他寺院的大雄宝殿。建筑本身是一座面阔3间的大房子，其屋顶为重檐歇山顶，上覆黑色琉璃瓦，窗棂的纹样则是双胶4碗菱花纹。这里是京音乐的演奏场地，每天上午10点有一场，下午15点又有一场。如果抬头看屋顶，你会发现平安区的中间有一块是空白的，这个地方原本有一个藻井，但现在已经流失到美国去了，甚是可惜。如今智化殿内供奉的是3世佛的塑像，分别是过去燃灯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以及未来弥勒佛。未来拜。殿内的西北角就是前面所看到的那面明代龙纹大鼓了，这是一面用牛皮做成的鼓，鼓面的图案是熟悉的2龙戏珠，再加上鼓身上的其他龙，上上下下一共有12条龙，颇有一种龙腾四方的美感。这面大鼓看起来完好，实际上它至少经历过2次修缮。最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它被送到湖北荆州文物中心，修复了76个月，才变成了我们眼前的样子。殿内靠南的2个角分别是伽蓝菩萨，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关公，以及韦陀，这大概率是从智化门里搬过来的。其手中降魔杵指地，不给外来僧人挂单，毕竟是家庙嘛，大概率不会管外人。如果走到智化殿的后报刹，还能在3尊主像的背后看到著名的地藏菩萨说法像木板壁画，画面的中间是地藏菩萨和道明敏公2弟子，其余10个帝王装束的角色则是十殿阎王了。后报刹还有几尊其他造像，正后方居中的位置是释迦牟尼佛及其2弟子，左侧年少者为阿难，右侧年老者为迦摄。两侧有小型的汉白玉释迦牟尼像，还有一尊须发浓密的达摩祖师像，附近还有人在写生，其余的则皆为罗汉像。至于智化殿周围的墙壁上陈列的则是京音乐展。智化寺的京音乐始于明永乐年间，当初共有357首曲子，历经600多年的传承后，现存的曲子数量还有60首，能完整演奏的还有12首，这已经不容易了。音乐不是有个谱就能流传的，这需要口传心授，而且还得选对了人才能完成传承，其难度可想而知。现在我们绕过周边的施工区域，来到最后方的如来殿，它的2层是万佛阁，这是一座楼阁式建筑，屋顶隔着树，实在看不清楚外观，模模糊糊看着像是五殿顶。如来殿前有2块无字碑，碑是明代的碑，内容和王振相关。在清乾隆7年，在御史沈廷芳的奏请之下，乾隆同意将这些碑上的文字铲去，并毁掉了智化寺内的王振塑像，这就是2块无字碑的来历。此外，殿前还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树，这棵树非常粗大，看着比300年还要古老。附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大铁香炉，这是明万历年间的铁香炉，到现在年头也不短了。看完这些，我们现在准备进殿了。进殿之后，就看到了这边的诸多明代造像，正中间是一个8角须弥座，上方端坐的是释迦牟尼，其造像风格古朴且硬刚，有明显的胸肌轮廓，这与唐代佛像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其左些侍卫是手执拂尘的大梵天，大梵天头戴五叶冠，冠底隐约露出了一圈罗发，胸前饰有璎珞，其披肩底色为青黑色，上衣以红色为底，金色为装饰，袖口处有5组云龙纹，造型堪称是繁缛华丽。其脚下则是一个4方形须弥座。右些侍卫是手持宝杵的帝释天，头戴缠枝莲花冠，冠下露出一圈卷发，胸前铜配璎珞，披肩配色为青绿色，外衣底色则为红色。
上面的花纹除了云龙纹之外，还有凤系牡丹纹，合并到一起，或有龙凤呈祥之意。其脚下则同为四方形须弥座。另外说一句，大梵天加帝释天的斜式造像组合，在明清寺院的造像中并不多见。我逛了那么多古刹，除了这边之外，也只在平遥双林寺见过一次而已。博物馆自己的解释则是明成宋制，成的是南宋的风格。此外，殿内的供桌前面还有多处花卉形浮雕，看起来也是精巧且古朴。在主尊造像的周遭还有很多小型的捆门，每个捆门里都有一个小佛像。平时我们管这种造像叫千佛，但这边一共有9999组这样的小佛像。至此我才明白为什么2楼叫万佛阁，原来对应的是这个数字。殿内除了这些小佛像之外，还有不少精美的藏经柜，它的下边是须弥座的造型，至于上边则还有3层的花草纹浮雕，做这个可费功夫了。它的附近还有明英宗亲自赐下的藏经碑，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每个抽屉的外边都刻了一个字儿，这也是按照千字文排的顺序。如果我们仔细找，甚至还能找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个开头。原来天字1号，地字1号是这么排出来的。屋顶上的彩绘则是6字真言的符号，而且这个符号还是有顺序的。这个在前面的展厅里是能看到解析的。参观完如来殿后，我们发现最后一进院落是不对游客开放的。至此，我们就逛完了一整个的智化寺。它能在京师这种虎狼环伺之地被保留500-600年，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当初太监王振惹下大祸，人被杀，家被抄，但这座家庙是敕建的，外加英宗复辟后又常来这边怀念王振，所以智化寺不仅没被毁，反而是香火日盛。在清朝中后期，智化寺的香火逐渐衰败，但仍然拥有小200间屋子，可以当收租佬维持生活。民国期间，智化寺得到了修缮，代价是抽出一部分房间当啤酒厂，但好歹是保留下来了。如今这边的彩绘都被描得崭新崭新的，几乎要把这几百年间的兴衰起落给一笔抹尽了。但当我们深入其中，看遍它前世今生的经历后，才知道这座古刹承载了多少偶然的幸运以及必然的传承。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城，一起旅行。